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在最近召开的 Google 制造发布会上，谷歌发布了全新一代产品谷歌 Pixel 7和 Pixel 7 Pro， 其中后者在台湾地区的起步价格为26,990元新台币，约合6072.59元人民币。如果能在大陆上市，价格大体在6500元左右。下面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视频来看看 Pixel 7 Pro 的配置和现在哪一台手机的配置差不多。首先来看外观辨识度，这一代 Pixel 的辨识度可以说是一绝，横向排列的镜头模组在如今极为罕见，这种设计感会让人眼前一亮。正面的边框控制也是一绝，边框控制十分优秀，可以排上目前机圈的第一梯队了。不过 Tiger 认为 Pixel 7 Pro 除了外观方面会令人眼前一亮，从处理器之外，其他配置均不如目前同价位的手机，甚至比不上去年6000左右的旗舰手机。Pixel 7 Pro 的芯片是谷歌自研 Google Tensor G2 处理器，外挂 Titanium 而安全芯片采用三星4纳米工艺，没错，就是高通大火龙骁龙8 Gen 1所使用的同款工艺，配备了2颗 2.85GHz X1 大核心加2颗 2.35GHz A76 中核加4颗 1.8GHz A55小核心。 GPU 部分是 Mali G78MP 2020核心，基带则选择外挂高通 X65 基带。谷歌没有能力设计自主基带芯片，相较于高通骁龙888，谷歌 Tensor G2 比较聪明的地方在于，其没有使用能效比拉胯的 Cortex A710， 直接用上了2颗 X1 超大核。不过由于其频率都很保守，且中核用的还是 Cortex A76 这种4年前的核心架构，其跑分、功耗数据都相当一般。Google Tensor G2 跑分单核1068分，多核3149分；骁龙8加跑分单核1330分，多核4250分；骁龙888跑分单核1140分，多核3790分。通过上面的数据，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刚刚发布的 Google Tensor G2 的性能连骁龙888都打不过，功耗也没低太多。Pixel 7 Pro 配备的屏幕是来自于三星的 AMOLED 2K 高刷屏 6.7 英寸1440×3120分辨率 512ppi， 全局最高激发亮度1000 nit， 峰值局部激发亮度1500 nit。 直屏表面覆盖康宁大猩猩 Victus 保护玻璃，支持10Hz -120Hz 的可变刷新率。这块屏幕的素质和国内常见的 OLED 2K 屏差不多。Pixel 7 Pro 的后摄拥有3枚摄像头，分别是1枚感光尺寸为1.31英寸的5000万像素主摄，三星 GN1 的水平；1枚48MP 2.55英寸的长焦镜头，以及1枚12MP 2.9英寸的超广角镜头。其中长焦和主摄镜头分别配置了 OIS 光学防抖，长焦镜头支持 5x 光学变焦。这套后摄系统给 Tiger 的感觉就像是21年国产旗舰的水准，相较于现阶段一票国产旗舰手机来说有明显差距，尤其是在副摄的配置方面， Pixel 7 Pro 表现并不突出，甚至连双大底都算不上。不过谷歌的影像优势并不在硬件上，图像算法才是谷歌的优势，但大家也不要太期待算法对手机摄影有很高的加持。值得一提的是 Pixel 7系列有一些独特的功能，例如每个镜头上的 4K 60帧秒视频和电影级别的拍摄能力，可以利用 AI 来消除之前旧照片中的模糊和噪点等。在续航上， Pixel 7 Pro 的5000毫安时在电池容量方面达到了现阶段国产安卓手机的水平。至于快充方面，30瓦加23瓦的快充组合自然是没法和国内手机品牌相提并论，似乎对于海外的手机用户，电量充得快不快并不重要。在发布会上，谷歌还介绍了 Pixel 7 Pro 的一些特色功能，但在 Tiger 看来，这些功能国内手机厂商早已经做过，比如微距对焦功能，比如5倍光变功能。总结一下， Pixel 7系列除了在外观上有些辨识度之外，其他方面和国产安卓手机拉不开什么太大差距，整体配置也比较乏味。如果要说 Pixel 7 Pro 和国内哪些手机相似， Tiger 觉得小米11 Ultra、vivo X70 Pro 差不多，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从销量来看，目前 Pixel 在2021年上半年在美国本土市场销量暴增 345%， 稳居美国市场第5大手机制造商，市场占有率为 2.6%。 IDC 数据显示，谷歌自2016年推出 Pixel 系列手机以来，已经销售了2760万部。这个数字虽然很多，但是该数字大约相当于三星2021年
Galaxy 系列手机销量的1/10左右。谷歌想要2023年 Pixel 手机销量翻一番的目标，Tiger 认为还是太高了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别忘了订阅关注 Tiger，我们下期再见。